我叫周怀安，曾是80万禁军教头，却要眼睁睁看着恩公兵部尚书杨宇轩被东厂督工曹少卿诬陷，屯兵关外，图谋造反，最终屈辱赴死。曹少卿那阉贼将杨家满门抄斩，却故意留下杨宇轩的一子一女，发配塞外，企图将我这杨家旧部引出，一网打尽。我召集了一帮江湖兄弟，立誓要将杨光的子女平安救出。可我没想到，曹少卿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他就是要用这2个孩子做饵，不怕我不露面。我们一路血战，终于杀出重围，来到了出关的最后一站——龙门。我们和易时秋、莫言约好，在龙门客栈会合。可一进客栈，我就感觉到气氛不对。老板娘金镶玉更是个风骚泼辣、见钱眼开的女人。她开口就要钱，送你出关100两，送你上鬼门关可要400两。土匪化名易某红，和他周旋，想要人也要出关的路，可他却说没那么便宜，要先掂5分。就在这时，邱莫言带着幸存的兄弟和2个孩子也赶到了。他一眼就看出这家店不对劲，包子里的肉不干净，竟和《水浒传》里孙二娘卖的人肉包子一样。莫言说他像母夜叉，金镶玉却笑得更妖。2人言语激锋，一个说玉在匣中看，一个回金钗土里。夜里，2个女人更是在屋顶上大打出手。金镶玉嘲讽莫言，说他玩过的男人比莫言见过的还多，还讥笑他恐怕连蜡烛都没点过。就在此时，我周怀安终于赶到。金镶玉见到我，立刻换了一副面孔，嗲声嗲气地问我人长得怎么样，还要我多关照。我知道这家店是黑店，龙蛇混杂，必须尽快离开。于是我深夜造访金镶玉的房间，想向她问一条出关的明路。她却说店不留人，女留人，让我多住几天，甚至暗示我要是想走暗道，得看我怎么报答她。正当我们僵持不下时，外面狂风大作，东厂的3大当头竟然也到了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为首的假扮折情商，一进来就财大气粗，要赶走所有客人，霸占上房。金镶玉见钱眼开，立刻把最好的房间给了他们。第2天，这帮鹰犬开始试探我，说我天庭饱满，有官运。我一眼就识破他脚上穿的是官靴，我便借着酒劲大骂那帮杀害杨大人的长头没长尾巴的混账。就这样，我们和东厂的人以及闻讯而来的边关亲伍3方势力在这小小的客栈里上演了一出坐山观武斗的好戏。莫言假装也是东厂的人，骗得千户团团转，暂时稳住了局势。但我知道雨停了，我们必须走。这里既然是黑店，就一定有味道。我再次找到金镶玉，她从通道里钻出来，泪眼如丝地看着我，说老娘钱也要，人也要。为了套出密道，我心也好了，说我要拜堂成亲，我将计就计，让东厂头子做主婚约，好让他难以脱身。我告诉兄弟们，看到我放在窗口的蜡烛信号，就打碎酒杯，押着金镶玉从密道出关。官场无义，沙场无情，兵不厌诈。可我没想到，金镶玉早就看穿了我的计划，他也想借我的手摆脱东厂这帮瘟神。洞房里，我逼问他密道在哪，他却笑着说在我身上。就在这时，东厂的人也闯了进来，他们出价10万两，要金镶玉交出我，交钱我交人。金镶玉笑着应允，却在暗中帮我。于是信号发出，客栈里瞬间乱作一团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金镶玉撕破了莫言的衣服，让他露出满身，大喊着让东厂的人现形，彻底抢断了局面。混战中，我终于拿到了密道，可我没想到曹少卿的大军已经赶到。我们虽逃出客栈，却陷入了更大的包围。金镶玉将我的笛子扔还给我，说别人施舍的东西我不要。随后他竟一把火点燃了龙门客栈。最后的决战在流沙中展开，我们和曹少卿都动弹不得。
金镶玉和客栈的伙计刁不玉竟舍命相助，用血肉之躯为我创造机会。最终，曹少卿这阉贼自食恶果，被削得只剩一副骨架，葬身大墓。但我的兄弟们，还有莫言，都永远地留在了这里。金镶玉问我还会不会回龙门客栈，我告诉他，我不像他有勇气面对这个沙漠。我出关了，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乱世莫诉儿女情。其实乱世儿女情更深。我以为我只是他的一个过客，可我没想到，他烧了客栈，离开那个无情无义的地方，只为了一句话：走，去找周淮安。